回家后早点休息，我很快就回去了。海童叮嘱着丈夫。战印故意委屈地道：老婆，我都差点被你误会了，你也不提前回来安慰我，陪伴我，我的心灵很受伤害的。他这般专情的男人，都被有心人利用，想把他害成花花公子。他委屈啊，他需要老婆的陪伴，需要老婆的安慰。海童笑道：那行，明天晚上我就带着洋洋回去，奶奶不一定会跟着我一起回去。战印说他家奶奶老人家都一把年纪了，还整天这里飞那里跑，一点都不听话。要是他老人家再年轻个10几岁，天都能捅破下来。奶奶说的，他家里养的猪太多，需要给猪找白菜，他就是奶奶嘴里的大猪。哇，他拱的白菜也是奶奶给他找的。哎，明天早上不能回来，和晴晴约好了带孩子们去动物园玩呀。洋洋那么开心，若是告诉他不去了，他会很失望的。明天晚上回去也是提前了呢。战印撇撇嘴说道：你总是把别人家的男人排在我的前面，也不考虑我的感受。洋洋长大后娶了老婆，他就是别人家的男人了，你对他再好也是帮别人家照顾男人。海童失笑的道：这酸味比酸菜还要酸了，我就是吃醋，只要你对公的好，我都吃醋，不管那个公的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那个公的不是我，我都酸酸的，酸死你，酸到你牙软，连豆腐都吃不下去。我不吃豆腐，吃你。海童笑着嗔他不许说这些话，洋洋还在我身边呢。战印又是一阵酸酸的。明天傍晚我去风尘山庄接你回来。就海童没有拒绝他。那我挂电话带洋洋睡了，自家男人不带着睡，带洋洋睡，我酸，我还是酸。他赶紧挂断电话，不听那个酸溜溜的男人说酸酸的话了。那夫妻俩结束通话后，战印又联系苏南。总之啊，这个晚上呢，战某少啊心情不太好，相较于大哥的心情不太好，战三少爷却是一觉到天明。天一亮，战浩宇从周公那里回来，他走到窗前，丰泽酒店20几层楼高，他的总统套房又位于顶层，站在窗前能把这座城市的繁华尽收眼底。站了几分钟，战浩宇扭身朝洗手间走去。20分钟后，神清气爽的战浩宇从总统套房里出来。战总，经理抱着一束花，提着几个袋子站在门口等着战浩宇。董经理，战浩宇微笑着打招呼：早呀。董经理也笑着应：战总也早。战总，你昨晚吩咐我今早帮你办的事，我都办好了。说着呢，他把那束花以及几个袋子递给战浩宇。战浩宇对乔涵说，他会让悠悠山庄那边帮他空运一批玫瑰花过来。倒是真的，不过那批玫瑰花是用来摆一片花海的，平时送给乔涵的花束还是需要在江城买。他知道江城的花店还真的不卖玫瑰花束给他了。难不倒他，他安排酒店的人帮他买一束花也是一样的呀。哎，这不大清早起来，花束都给他买好了。战浩宇接过了花束和几个袋子，向董经理道谢。战总客气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战总平时很少来江城，酒店的管理层想抱他大腿都难，好不容易有机会为战总服务，董经理那是求之不得。他嘴巴又牢，绝对不会把战总吩咐他做的事说出去。谢谢，有需要会找你帮忙。董经理，不打扰你工作了，我先走。战浩宇除了让董经理给他买了一束花，还有一条长裙，一双高跟鞋，然后呢就是2份打包好的早餐。花束和裙子还有高跟鞋都是他送给乔涵的清晨礼物，是清晨礼物，中午还会有礼物。早餐呢也是为乔涵准备的。哇，他要和乔涵一起吃早餐了。战浩宇出了酒店后，先去斜对面的广元酒店停车场开他的车。昨晚喝了酒，他没有再开车，车子是停在了广元大酒店的停车场上。数分钟后，
那辆让乔涵见了都想砸的迈巴赫驶离了广元酒店的停车场。战浩宇心情好，他是一路哼着小曲的。到了乔氏集团，他却被保安拦下，不让他开车进公司。战总，我们乔总吩咐过了，以后战总过来，未经他同意都不能让战总进入公司。哎，还请战总不要难为我们。乔氏集团的保安队长亲自拦着战浩宇，就不让战浩宇进入乔氏集团，因为战浩宇，他们乔总已经成了江城的热门话题。战浩宇被拦着不让进公司，倒也不生气，他按下车窗，问着保安队长：“你们乔总来了吗？”保安队长说到这个，我不知道啊，我是刚来值班室的。透过战浩宇按下的车窗，保安队长看到了放在副驾驶座上的那束花，以及几个袋子，不用问也知道是战浩宇为了他们乔总准备的。战浩宇看了看时间，说道还没有到8点，我想乔涵应该还在来公司的路上，那我在这里等会儿，等他来了，就我再跟着他进去，不让你难做。谢谢战总的理解及体贴。保安队长感激不尽。他真怕那战浩宇强势的闯进去。说话间，乔涵的车队就到了。那由于战浩宇的车是停在公司门口正中间，不至于挡住进出的路，但过于明显。乔涵的司机一看到那辆迈巴赫，就对乔涵说道：“大少爷，战三少爷又来了。”那辆车就是战三少爷的。他们大少爷平时的车架也是迈巴赫。自从战三少公开说要追求大少爷后，大少爷都换了车子，选择坐着劳斯莱斯。乔涵俊脸一沉，这个混蛋呀，还真的是阴魂不散呀。昨晚喝了酒，他以为战浩宇今天不会早起的，没想到这家伙还是那么早就起来了，还比他先一步到公司门口等着他。不用理他，跟保安说别让他进公司呀。保安队长指挥着值班的保安打开公司大门后，他小跑到乔涵的车子前，乔涵适时地按下了车窗。乔总早安。乔总，战总来了，他想进公司去，跟战总说我没空招待他，请他回去，以后都不要再来。那保安队长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好，乔涵的车子在保镖车的护送下驶进了乔氏集团。战浩宇就坐在自己的车上，看着乔涵的车队进去，他嘴角带笑，自言自语着这排场跟大哥有的一拼。平时乔涵是坐着迈巴赫，现在乔涵也换成了劳斯莱斯，真的跟他大哥有的一拼啊。换车估计是因为他开的车是迈巴赫吧。等到乔涵的车队进去后，公司大门再次被关上。那保安队长走回到战浩宇的车窗旁边，歉意地对战浩宇说道：“战总，我们乔总说了没空招待你，请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了。”末了，保安队长自己加了一句话，他劝道：“战总，我们乔总是个正儿八经的男人，他不会接受战总的追求的。爱慕乔总的女孩子很多，也有很多人对乔总死缠烂打，但乔总被一个男人死缠烂打还是第一次。”战浩宇说道：“我就是喜欢你们家乔总，我这个人耐心十足，不管乔总怎么看我，怎么对我，我都会坚持下去的。”他把车开动，自然不是离开，而是把车停靠在公司门口的边上，那样不会挡着别人出入。然后呢，他打电话给乔涵，乔涵不接他的电话，他又发信息给乔涵：“乔涵，我要进去，我给你送来了爱心早餐，咱们共进早餐，你不让我进去的话，等会儿别后悔哈。”乔涵收到他的信息，盯着看了半晌，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复他：“战浩宇，算是我求了，求你放过我吧，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会喜欢你的，我不喜欢同性恋。”战浩宇在回复他：“你确定你真的是男人？你不敢让我检验一下，说明你心虚。”
你其实并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你是女扮男装的，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你是打小就女扮男装的。20几年的时间，让大家都习惯了你的男人身份，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不是真正的男人，哪怕你扮得再像，没有人能辨出你的女人身份，你依旧是个女人。乔涵看到他的2条信息，俊脸阴沉。他猜的一点都不错，他就是因为打小就女扮男装，大家都习惯了他是个男人的身份，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是女人。也如同战浩宇所说，不管他扮得多像，她是个女人，始终还是个女人，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他到底是从哪里看出她是个女人啊？2个人交集的次数明明不多。乔涵没有再回复战浩宇，阴沉着一张脸走出了电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于战浩宇带着威胁性的你会后悔的信息，乔涵就无所谓了。他后悔，早就后悔了。后悔和战浩宇认识，后悔一时多事帮了战浩宇介绍房源，后悔与战浩宇一起出游，结果把自己坑死了。20分钟后，会议室里，乔涵正与一班高层管理开着会议，忽然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战浩宇的叫喊声。叫喊的内容好像是：乔涵，我对你是真心的，我是认真的，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喜欢你，都要追求你。乔氏集团的办公大厦顶楼，与地面距离那么高，战浩宇就算有大嗓门，他的叫喊声按理说也传不到顶层的，偏偏乔涵听见了。不仅他听见啊，那些高层管理也听见了，就个个都看向窗外，然后又看看乔涵。乔涵的脸黑得像砂锅底，他暂停会议，起身走到窗前，就距离远他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细听之下能听出来，战浩宇用了高音喇叭的，他用着高音喇叭把他的声音扩传到他的耳里，也让附近的人都能听见他的大喊大叫。乔涵低低地骂了句，他立即掏出手机，想打电话报警，告战浩宇制造噪音扰民的。想了想后，最终放弃报警，转而回到了位置上，吩咐秘书打个电话给保卫科，让他们出去跟战总说一声，他可以进来了，免得在外面制造噪音，影响大众的同时，又让他再次成为大家的话题。虽说报警的话，噪音也能消失，战浩宇估计还会被批评教育一番，但那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男人鬼点子太多了，谁知道他下一次又想到了什么办法来打扰他。战浩宇是乔涵遇到过最让他防不胜防的男人。是乔总。秘书赶紧通知保安队长，让保安队长放战浩宇进来，别让战浩宇再用个高音喇叭大喊大叫着向乔总表白。保安队长也正头痛呀，接到秘书的内线电话，保安队长那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战浩宇的面前。战总，战总。保安队长2手去拉扯战浩宇的手，同时也阻止着战浩宇在利用高音喇叭喊叫。战浩宇暂停叫喊，偏头看着保安队长，笑眯眯地问道：怎么了？你们乔总有空招待我了？保安队长陪着笑脸：战总，我刚接到乔总秘书打来的内线电话，乔总说让你进去，你别在这里大喊大叫了，制造噪音扰民，人家可以报警处理你的。战浩宇说到乔涵一开始让我进去，那我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劲儿在这里叫喊。他又对站在不远处的董经理说道：董经理，高音喇叭可以带回去了，先保管着，改天要是我还进不了乔氏集团再继续使用。是他打电话让董经理给他送了高音喇叭过来。董经理赶紧过来接走高音喇叭。董经理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红，可能是憋笑憋得通红的吧。保安队长却觉得董经理是因为有战浩宇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上司而脸红的，太不要脸了吧。要是乔总的那些女性追求者
敢像战总这样。不管不顾的，估计乔总早就被某位千金拿下了。还是战总不要脸，才能拿下他们乔总吧？不对，这战总是男人，乔总也是男人，他们俩可不能在一起啊，那是不受世俗接受及待见的。战浩宇回到他的车上，保安队长一挥手，公司的大门被打开。战浩宇开着他那辆迈巴赫，大摇大摆地驶进了乔氏集团。数分钟后，高大俊美的战家三少爷，一手提着几个袋子，一手抱着一大束的花，那又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乔氏集团的办公大厦。战总，战总，一路而入，但凡看到他的人都恭敬地问好。战浩宇脾气好，不管是谁向他问好，他都回应对方。留给乔氏集团的人印象就是平易近人，没有战家三少爷的架子。事实上，战家的9位少爷，除了战印排场大典之外，那其他几位都是很亲民的呀。战印也不是摆排场，他只是带着保镖防着爱慕者的接近。战浩宇不是第一次来乔氏集团，他轻车熟路地上到了顶楼。战总，乔涵的秘书已经在电梯口等着他，看到他出来，恭敬地问好。战浩宇回以微笑，问着秘书：“你们乔总在办公室？”秘书选择性忽略战浩宇抱着的那大束鲜花，应着：“乔总还在开会，战总在贵宾室等一会儿，等乔总开完会了，会见战总的。我每次过来他都在开会，也是太忙了。乔轩呢？乔氏集团以后若是交给乔涵继承，他这么忙还有点价值。要是乔家的家产都是留给乔轩的，战浩宇就觉得自己未婚妻这么累，都是给小舅子做嫁衣。小乔总在外面谈生意，没有参加这次的会议。战浩宇不好再说什么。乔涵在开会啊，他只能跟着秘书进了贵宾室，在里面等着乔涵。把花束和几个袋子放下后，战浩宇把一份早餐交给秘书，对秘书说道：“这是我为你们乔总准备的早餐，麻烦秘书帮我送进会议室给乔总。”秘书：战总，乔总每天都是在家里用过早餐才回公司的，况且会议室里有那么多的高层管理在场，战总让他给乔总送一份早餐进去。乔总怎么吃？总不能让大家都看着乔总在吃东西吧？乔涵胃口偏小，吃东西不多，就算吃了早餐，他现在估计也有点饿了。秘书无奈，他们乔总都拿战三少爷没有办法，他就更不用说了。给战浩宇倒来了一杯温开水后，秘书就拿着一份早餐回到会议室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战浩宇要求他带进会议室的那份早餐递给乔涵，低声说道：“乔总，这是战总打包过来的早餐，他担心乔总饿了，就非要我带一份早餐进来给乔总吃。”战浩宇还给他送了早餐。会议室里坐着的都是公司里的高层管理，在秘书把那份早餐递给乔涵时，大家都看着乔涵，会议室里也变得异常安静，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乔涵接过了那份早餐，但他并没有吃，只是起身走向垃圾桶，把那份早餐扔进了垃圾桶里。他做出这样的动作，在场的人都不觉得他不对，在众人的眼里，他们的总裁是个男人，正常的男人。战浩宇却对他们总裁展开热烈的追求。若是总裁总是收下战浩宇送来的花束、礼物，吃战浩宇送来的早餐，那就是给战浩宇希望啊。越发的难以摆脱战浩宇的纠缠。事实上，战浩宇对乔涵展开追求，让很多老管理人员不满，不知道在背后骂战浩宇骂了多少回，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女儿喜欢乔涵，这些老臣子又是与乔董同辈的，他们可以说是看着乔涵长大，对乔涵的品行能力非常清楚。撇开乔涵的身份，他们都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盼着自家女儿能拿下乔涵，给他们当女婿。战浩宇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仗着男人的身份，
又是战家三少爷，谁想对他做点什么，都要考虑一下他背后的战氏家族，还有苏氏家族。如今连曾经与战氏不对付的商氏都会帮着战氏，所以没有人敢轻易动战浩宇。只能在背后骂他不要脸了，自己歪就算了，还想带歪被众多长辈视为最理想女婿人选的乔涵，简直就是犯了众怒。扔掉了战浩宇送来的那份早餐后，乔涵回到他的位置前坐下，若无其事地继续开他的会。那边等着的战浩宇则在享用着他的早餐。乔涵开会最少也要1个小时后，他要是等上1个小时，早餐都能变成午餐了。况且早出门的战浩宇那也觉得自己饿了。吃完早餐后呢，战浩宇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悠闲地刷刷视频或者打上2局游戏。1个小时后，秘书才来敲门，告诉他战总，乔总回办公室了，请战总过去。战浩宇停止了玩手机，把手机揣回裤兜里，说道：“玩得太入迷，没有留意到乔涵开完会了，我这就去见他。”战浩宇抱起了花束，再拎起几个袋子，边往外面走去边问秘书：“乔涵有没有吃我送来的早餐呀？”秘书答道：“战总等会儿问乔总就知道了。”他不回答。那是乔总的私事，他不宜多管闲事。秘书这样说，战浩宇就猜到乔涵肯定没吃，估计把他送来的早餐都扔垃圾桶了吧。无妨，很快又可以吃中午饭了。他使尽浑身解数，也要请乔涵吃饭，要不乔涵请他吃饭，反正他要和乔涵一起吃。烈女怕缠郎，他要把缠郎的缠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战浩宇朝秘书点点头，然后带着礼物走出了贵宾室，走向总裁办公室。秘书帮他敲开办公室的门。秘书，谢谢你啊。不过你能不能别跟着进去？战浩宇在准备进办公室的时候，小声说着秘书，他还是尽职尽责的跟着进去。总要给战总倒杯温开水的。乔涵没有坐在办公桌前，他站在窗前，背对着进来的2个人。办公室里有着这烟草味，乔涵在抽烟啊。乔董呢，处于半退休状态，乔氏集团是交给乔涵姐弟俩打理的。乔涵又是总裁，应酬多，抽烟那是日常难以避免的。不过很多时间乔涵不会抽烟，偶尔心情不好，他才会抽上1根烟。那此刻呢，他心情就恶劣得很。乔总，这战总来了。秘书恭敬地道。乔涵并没有转过身来，他只是摆了摆手，示意秘书可以出去了。秘书请战浩宇在待客区的那套沙发前坐下，再次去给战浩宇倒来了1杯温开水，便默默地退出了总裁办公室，并帮2个人关上了门。等到秘书出去了，战浩宇起身走到乔涵的身边，朝他伸出手。乔涵偏头看他，不解：“乔总给我1根烟抽一抽，我很久没有抽过烟了。”看到乔总抽烟，有点烟瘾，乔涵摸了摸后，才摸出1包烟，抽出1支烟递给战浩宇：“打火机借我用一用。”战浩宇向他借打火机，他其实平时不怎么抽烟，因为大嫂还有沈小军都不喜欢烟草味，然后战印和苏南现在几乎是不碰烟了，这让战家的几位少爷觉得，可能他们未婚妻也不喜欢烟草味。那故而他们几个呢，也减少了抽烟的次数。那苏南就更不用说了，那沈小军怀孕后，她是烟酒都不碰了。战印夫妻俩时刻都在备孕，也是不抽烟饮酒。打火机在桌子上，自己去拿吧。乔涵说了句，战浩宇扭身走向他的办公桌，在他桌面上看到了一个像一辆小车子的打火机，他边点燃自己的那支烟，边说道：“乔涵，你的打火机还挺特别的。”那不知情的人看到还以为是一辆小玩具车呢。
乔涵不接他的话，战浩宇点燃了烟后，又回到他的身边，边抽着烟边看他。战总这样看着我做什么？乔涵，你是越看越好看。我在想，你要是换上一条长裙子，再戴上一顶假发，穿上高跟鞋，哎，化个淡妆，绝对美得倾国倾城啊！乔涵冷着脸，冷冷的道：“等战总什么时候换上长裙子，戴着假长发，穿上高眼鞋，招摇过市时，再来跟我说吧。说了他是男人。”战浩宇就是不信，还是把他当成女人来看待，竟然想让他穿裙子。他长这么大就没有穿过裙子，也不喜欢裙子。母亲曾经给他买过漂亮的裙子，偷偷给他，他转手送给了自家表妹，把表妹乐疯了，说什么很难得收到大表哥送的裙子，还夸他有眼光，买的裙子很漂亮。战浩宇笑道：“是不是我那样穿了，乔总就那样穿呀？”乔涵不接话了，他可不敢随随便便就承诺，谁知道战浩宇会不会真的穿女装？战浩宇都敢公开追求他，不在乎被别人当成同性恋，说明这个男人脸皮是真心的厚，穿女装还真有可能。平时很少见乔总抽烟，我以为乔总不会抽烟呢，毕竟她是个女人，不是说没有女人会抽烟，是抽烟的女人还是占少数的。因为战总的到来，我才抽烟。平时我心情好，一般不抽。战浩宇笑，这么说是我害得乔总心情不好的呀。乔总跟我说，你怎么心情不好了？我长得丑吗？我又不丑，你看着我只会觉得赏心悦目。乔涵瞪着他，战浩宇不怕他的瞪，被他瞪着时，他甚至生出一股冲动，想去摸摸她漂亮的大眼睛。当然了，目前他也只是敢想一想，并不敢摸她的眼睛，怕摸了，他们俩会干架，也会破坏自己的形象。如果乔总敢在我面前证实你真的是个男人，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出现在乔总的面前。战浩宇知道他不爽，是因为他的追求啊。乔涵有点气，他冷冷地提醒他：战三少爷，你忘了你奶奶给你选定的妻子人选吗？你奶奶若是知道你纠缠于我，让自己背上同性恋之名，你奶奶会被气死的。据我所知，战三少爷也是很孝顺你奶奶的，你就不怕气死你奶奶？向战印告状，战印表示尊重堂弟的选择，只要弟弟过得开心就行。在战家能管住战浩宇的人，除了战印还有老太太，就只是现在战老夫人并不在管城。乔涵早就让人打听过了，老夫人和大少奶奶海彤都不在管城，乔涵又没有老太太的联系电话，无法向老人家告状。战浩宇抽完了那根烟，走回到桌子前，把烟头扔在了烟灰缸里，然后走向待客区的那套沙发，从茶几上抱起了花束，朝乔涵走过来。我奶奶虽说给我选好了妻子，也要求我1年之内拿下对方。我总觉得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总要好好的与他培养出感情了，才能娶她。有感情基础的，婚后也能幸福一点。我可没有我大哥那样的勇气，先婚后爱。乔涵抓着重点说道：你如今对我纠缠不休，又怎么与你未婚妻培养感情？只怕对方听到你是个同性恋，他都不敢嫁你了。战浩宇含笑注视着他，笑道：他是不肯嫁我，所以我只能追求乔总了。因为是乔总的原因，我才背上同性恋之名，是乔总害得我背上同性恋之名的。乔总总得对我负责任吧。乔涵被他的一番话气得脸都绿了。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像战浩宇这么不要脸的。明明是他突然高调地对乔涵展开的追求，乔涵都被他的表白及追求打得措手不及，现在他居然怪乔涵，说是乔涵害得他背上同性恋之名的。战浩宇，你还能再无耻一点吗？乔涵气急的时候都是连名带姓的叫他的。战浩宇笑道：可以的，无耻分为10级，你想让我达到第几级，我都能满足你。
战浩宇把花束递给他，看他的眼神，让他觉得有点炽热，这让乔涵有点慌。战浩宇是来真的啦。乔涵，这束花送给你，愿你每天的心情都像鲜花这般美丽。乔涵不可能收他的花，他低冷地道：战总若是想让我心情变得像鲜花这般美丽，就请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不要对我纠缠不休。我是不可能喜欢接受战总的追求的。他没有再强调他是个男人，怕这个不要脸的又逼他脱衣服，证明他是个男人。乔涵，话别说得太满，很容易被打脸的。战浩宇笑道：像我大哥当初也是，信誓旦旦地说他不追妻，最后被啪啪打脸，他呀就差挂在我大嫂身上当挂件了。乔总的办公室里没有花瓶，我下午给你送几个花瓶过来，以后我送给你的花就插放在花瓶里，办公室也能美上几分。乔涵不想收战浩宇的花束，战浩宇却不管他喜不喜欢，径直把花束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呀。然后回到了乔涵的身边，伸手想拉乔涵，被乔涵避开了。战浩宇，请你自重，不要动手动脚的。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是男人吗？男人拉男人的手，谁也不吃亏，怕什么？说着呢，他硬是拉着乔涵走到待客区的沙发前。我还给你买了一套衣服，一双鞋。他拿起装着裙子的袋子塞到乔涵的怀里，装着高跟鞋的袋子，他则帮他把高跟鞋拿出来，放到地上，对他说道：你坐下来试试这双鞋合不合脚。我是目测你的脚有多大，大概买的码数。乔涵看到那双高跟鞋，脸又黑了。他没有把裙子拿出来，但他瞟了两眼袋子里的衣服，看那颜色就知道是女人的衣服。该死的战浩宇，竟然给他送女人的衣服和鞋子，他就这么笃定她是女人了。乔涵把装着裙子的袋子扔回给战浩宇，冷冷的道：战总应该送给你奶奶，帮你选定的未婚妻。说完，他转身走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开始工作，不想再搭理这个男人。战浩宇从袋子里拿出那条裙子，展开来往自己的身上比了比，说道：这条裙子不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呀，这可是我第一次买的裙子。他一手拿着裙子，一手拿着那双高跟鞋，就想走过去。这秘书呢，却在这个时候敲门而入。秘书拿着一份文件进来，想让乔涵签字的。一进来就看到战浩宇拿着一条女人穿的长裙，以及一双高跟鞋，高跟鞋的鞋面还镶钻，很好看，当然了，也不会便宜。这一幕啊，让秘书都愣了愣。他看着战浩宇，想的是，战三少爷不仅是同性恋，还喜欢女人的衣服鞋子，这是打算以后和他们乔总一起后，战总扮成个女人当那个受吗？那很快啊，秘书就恢复了常态。他拿着文件走过去，对乔涵说道：乔总，这份文件需要你签字的。乔涵接过了文件，看过后，就在上面签了名字，再把文件交给秘书。秘书接过文件后，欲言又止的，但看乔涵俊脸绷得紧紧的，秘书最终什么都不说，拿着乔涵签好字的文件出去了。战浩宇等秘书出去后，再次拿着裙子和高跟鞋走过来，放在乔涵的办公桌上，对乔涵说道：要不要试一试？乔涵头都不抬，冷冷的道：战浩宇，别逼着我让人把你轰出去，你不喜欢吗？我觉得这条裙子挺好看的呀，我还是第一次给女孩子买衣服呢。乔涵气得抢过那条裙子就朝他当头扔去，裙子套在战浩宇的头上，战浩宇赶紧把裙子扯下来，看着对面的女人恨得牙痒痒，又拿他无可奈何的样子。战浩宇颇是心软地道：好吧，你现在还不想穿裙子，那就不穿吧，你穿西装也挺好看的，就是你穿着西装比我都要好看，让我在你面前有点自卑感。出去！
乔涵脾气再好，都忍受不了战浩宇。现在快下班了，我请你吃饭吧。吃完饭，我送你回公司上班，我就走了。不需要，你只要离开，我就对你感激不尽了。战浩宇，求求你就饶了我吧。乔涵都要疯掉了，战浩宇这才追了他2天，他都受不了，这家伙的诡计真是层出不穷，总有法子克制着他，让他又气又无奈的。哦，他上辈子肯定是战浩宇的仇人，这辈子才会被战浩宇追着报仇。战浩宇一本正经地道：乔涵，我是真的喜欢你，对你是认真的，在认认真真的追求你。虽然我无耻了一点，脸皮也厚了一点，但是追妻嘛，脸皮肯定要厚一点才行的。我要是脸皮薄，被你骂2句，被你拒绝后就放弃了，那我这辈子就只能打光棍了。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打光棍就太可惜了，所以我只能无耻一点，脸皮厚一点。他在战浩宇面前无法再理直气壮地说他是男人，战浩宇会要求他脱裤子验明正身。他当然不可能脱裤子啦，然后就给了他理由质疑他不是个男人。战浩宇扭身走回到沙发前，就把裙子和高跟鞋分别装回袋子里。没有逼着乔涵一定要收下他送的裙子，他女扮男装20几年，习惯了男人的打扮，让他穿裙子是很难为他的。他给他买裙子，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的底线，看他能容忍到哪种地步。对了，我今天过来还有件事想向乔总打听一下啊。战浩宇想起了凤晴和海玲姐长得像的事情，走回到乔涵的面前，在乔涵对面坐下，觉得口渴了，他又起身自己去倒了一杯，这温开水过来再重新坐下。乔涵看到他在他办公室里，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在心里又把他骂了万万遍。那他怎么会认识这样一个不要脸的男人？乔涵，凤家的家史你应该清楚吧？既然是问话，战浩宇就是一本正经的，收敛起他的嬉皮笑脸，连看乔涵的眼神都认真多了。他正儿八经的样子倒是很迷人。乔涵惊了一下，他居然觉得战浩宇认真的样子很迷人，他都被他气死了，还觉得他迷人。他估计是鬼上身了，要不就是被战浩宇气糊涂。你想问什么？乔涵有点好奇，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问凤家的家史。战浩宇在他面前也不隐瞒，他老实的道：我初看凤晴小姐的时候，觉得她和我大嫂海彤有点像，再看又觉得她和海玲姐更像。这么说吧，凤晴与我大嫂姐妹俩都像，跟我大嫂是3分相似，跟海玲姐则有5、6分的相似吧。以前海玲姐胖的时候，看不出她原来的样貌，但是她现在瘦了下来，恢复了她原来的颜值。我敢肯定，凤晴与现在的海玲姐长得很像。